我是薛06，今天来分享 Illustrator 28.5 的更新。那如果你对以下更新有兴趣的话，就马上看下去吧。看之前呢，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当你更新完毕以后，打开软体，它会出现这个小视窗，它要写新增功能尺寸工具。这在之前呢有分享过，心形作为即时形状。之前呢，我们要增加星星的数量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使用键盘的上跟下。现在呢，旁边有类似控制按钮，只要进行拖曳，往上跟往下就可以了。个人觉得很方便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都来试试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实验工具列，心形工具。好，我们绘制出一个简单的星星以后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出现一个加跟减的符号，然后我拖曳，那我点空白处让节点消失，再重新点一次，它一样都会在哦。那我们来测试第二个，我们先将物件扩充外观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还可以更改星星的形状吗？目前这边看到都不行的哦。我们先还原。当你的线还没有建立外观的时候，它都是可以移动的。那我们测试第三个，点选这物件以后，调整这里，它可以更改星星的边数。那我来测试，按键盘的上跟下会有反应吗？上、下，你按键盘的上跟下，一样也是移动物件而已，它并不会更改星星的边数哦。那如果我们是重新建立一个星星物件呢？拖曳，滑鼠左键先不要放开情况下，我们一样按下键盘中的上跟下试试看，上，哦，这里也是可以，下。所以当你在建立星星物件的时候，滑鼠左键没有放开状态下，键盘上跟下一样可以用。只是当你放开滑鼠左键以后，你就可以透过这里进行调整。Retype， 透过快速辨识 Adobe 相似的复合字体，将静态文字、点阵图形或外框文字转变为可编辑的文字。这功能好像蛮实用的耶。我先随机选择一个文字。好，我选择完毕以后呢，展开，让这文字物件建立外观，按下滑鼠右键，这里会出现这个选项 Retype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来选第一个好了，复合字形。哦，它这里正在搜寻哦。那搜寻的这里呢，应该是你电脑里面有的字体。哇，这功能我觉得还蛮实用的耶。在进行文字排版的时候，如果客户给你的档案文字档已经转外观的话，利用这功能我觉得好像蛮方便的。那我先假设我先选这个齁，它有画出个云端耶。这个资料夹呢，就是原本你电脑有安装的字体。这符号的话，应该就是要从云端下载。它出现一个视窗，写说我的Mac系统呢要更新到12才可以使用这功能。因为我现在系统是11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现在系统呢目前是使用11这个版本，等之后如果我电脑升级的时候再测试给大家看看好了。那以上呢就是分享今天的更新哦。那如果你的苹果电脑版本呢是12以上的话，刚好你也需要这功能，你可以实验看看，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哦。
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还有，千万不要留言说我电脑版本怎么那么旧呢？好，那影片就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按个喜欢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